在今年8月份时，我有幸受邀参与九州风神在马来西亚举办的新品媒体介绍会。虽然我本身算是接触不少九州风神的产品，但在介绍会现场见到各式类型的主机，才意识到九州风神已将自家的大部分产品完成了统一的设计语言。因此，在现场看到他们自家的产品所搭配出来的各种主机，也让我感到眼前一亮。所以呢，这一次我就花了那么一点点的时间，组装了不是1台，而是3台九州风神不同类型的全家桶装机。当然，这里也要非常感谢九州风神，在他们知道我的想法之后，也极力配合我的企划思路，准备了这一堆产品给我。那么，马上进入到本次的节目内容中。首先来和各位分享最常规的 ATS 标准中塔风冷全家桶，是以这一台 CH560DG 的机箱作为核心来构建的。这款机箱最大的亮点自然就是带速写模块显示，另外也标配了3把14厘米和1把12厘米的 ARGB 风扇，完全不需要额外准备风扇了。前面板提供了非常多的通风网孔，除了能够完全显示3把风扇的 ARGB 灯效以外，还拥有非常好的通风散热，完全不用担心散热进气不足的问题。支持最高175毫米的风冷散热器，同时在顶部也提供了360水冷的支持。另外 CH560DG 的锂线仓非常充裕，锂线体验也颇为友好。基本上这款机箱在各方面表现也都可圈可点外观上我个人是觉得属于那种比较耐看的类型，特别是这个速写模块确实也是这款机箱的点睛之笔。而既然采用了带速写模块的机箱，散热器就搭配了这款全新的 AK620DG 的 Pro， 算是之前 AK620DG 的升级版。一样的6跟6毫米热管搭配2把12厘米风扇的组合，设计语言也是相同的。而 AK620DG 的 Pro 最大的不同在于顶盖的速写模块重置显示单一信息，添加到了一共3组信息，同时风扇也进行了升级，据说提供了更好的静音表现，这也让我非常期待它的静音体验。再来是电源，搭配的是 PS850G 金牌全模组电源，850瓦金牌转换率，原生支持 ATS 3.0 和 PCIe 5.0协议，同时还提供高达10年的保修服务，并且采用了全日系电容。另外在模组接口中，12伏 High Power 接口也特别采用了显眼的配色，方便进行识别。这配色也是九州风神自己的品牌颜色，包括风扇的通风孔也采用了如今九州风神标配的圆角方块，一眼看过去就知道这电源是来自九州风神的了。大致和各位分享了九州风神在这一套配置内的产品后，这边也顺便给各位简单过一遍其他的硬件配置。处理器是我的 AMD Ryzen 97900，主板是最新推出的 TUF Gaming S870 Plus WiFi， 显卡同样是来自 TUF Gaming RTX 4080 Super。机体内存是来自雷克萨的 Aorus DDR5 RGB 2x16GB DDR5 6000套条，经过检测是采用了海力士的颗粒，实际的读写性能与延迟表现也都挺亮眼的，非常适合这一次 AMD Ryzen 97900。硬盘也是来自雷克萨的 NQ7902TB PCIe 4.0x4 SSD， 有着目前 PCIe 4.0x4 的顶级读写性能。经过 Fresh ID 检测也确认了是采用 TLC 颗粒，因此耐用性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这里就直接略过了装机的过程，但先不着急给各位看最终的成品效果，还是先进入到其他2套配置的选择和分享。都分享完后，我再一次过给各位也是这3台的最终效果好了。第2套还是选择了 ATS 规格的类型，但这次是以海景房机箱作为整体装机的核心思路，而机箱就是采用了九州风神最新推出的 CG580， 采用了电源下置设计的规格，整体体积看过去不会显得过于肥胖的感觉。另外也采用了无 A 柱的设计，因此正面与侧面有着非常大面积的透视效果，整体的观感体验也会非常不错。与此同时 ，CG580 在主板仓也预留了非常多的开孔，能够兼容目前崭新的背槽主板规格。当然，作为一款海景房机箱，360水冷自然是能支持的。除了上方和侧面个别都能支持3把12厘米风扇以外，后方也还能够支持14厘米风扇。虽然采用了下置电源的设计，但锂线仓还是有着足够的空间进行锂线的，不用担心空间太小导致锂线的体验不佳。接着是散热器，为了让海景房机箱的内部效果更好看，自然还是要选择水冷，最终搭配的是这款新推出的 LP360 水冷。这款水冷最大的亮点就是带自定义速显屏幕，不得不说九州风神真的把速显模块玩到极致了。通过自家的软件还能够自行设置各种显示信息，甚至是不同信息的显示组合，玩法还是非常新颖的。当然，除了独特的外观体验 ，LP360 也采用了九州风神最新一代的水冷技术，同时风扇也更新到了 FD12 ARGB 风扇，采用了简易串联设计，使得水冷的安装体验也非常友好。
电源的部分是新推出的 PM850M，850瓦静脉转换率，全模组规格，支持最新的 ATS 3.1与 PCIe 5.1标准，而同时将风扇升级到了135毫米规格，提升电源散热的同时，静音表现也有所提升。另外模组线是采用高规格的压稳线，可以进行大幅度的弯曲，大大提升了离线的体验。同样也有10年的保修和全日式电容，12伏2.6的接口也特别标注了显眼的品牌色，方方面面都算是目前比较顶级的规格，稳定性自然也不用太担心。最后，由于机箱本身不带风扇，因此还额外准备了一些 FD12 ARGB 风扇，将机箱的风扇位给装满，尽可能把外观元素给拉满。老样子这一套也给各位简单过一遍其他的硬件配置。这边是最新的 AMD Ryzen 9 9950X， 主板是上期评测的 ROG Strix X8701-1 Gaming WiFi。显卡则是索泰 RTX 4080 Super PGF， 机体内存同样是来自雷克萨的 Ares DDR5 RGB 2x16GB DDR5 6400套条。这套条同样是采用海力士的 A 带颗粒，读写性能和延迟表现依旧不赖。硬盘同样是雷克萨的 MN790 1TB PCIe 4.0程式 SSD， 读写性能表现也非常不错。坦白说，最近用了他们家的记忆体内存和硬盘，体验确实还不错。有机会下回给各位重点介绍一番。所以雷克萨如果有看到这些内容，你们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最后一套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套，是 ITS 规格的配置，机箱不用多说，自然是目前九州风神唯二的 ITS 机箱之一 CH170DG 的。基本上它就是 CH160 数值外加速写模块版。虽然它的体积确实不怎么 ITS， 但不妨碍我欣赏 CS170DG 的整体设计。机箱提供了多面的大面积通风网孔设计，加上本身的体积足够大，能够兼容175毫米高的风冷散热器，同时还能够满足308毫米长的显卡。此外，一些细节设计也非常到位，比如给电源延长线设计了固定线位，整体的质感也不赖，安装体验也颇为轻松等，算是今年为数不多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机箱款式之一。散热器呢，则是这一款 Assassin 4 VC 版，与原版 Assassin 4同样采用了7跟6毫米热管设计，整体设计也保留了与 Assassin 4相同的设计语言。最大的改进是底座采用了 VC 均热板，以及顶盖采用了速显显示模块。九州风神真的把速显模块玩到极致了。至于它与原版 Assassin 4之间的性能差异，各位如果想看的话，这期节目点赞过3000后，就专门制作一期给大家。电源原本是要采用九州风神于今年台北展亮相的 SFS 电源，但无奈截至目前为止都还没正式发售，因此只能拿友商的 SFS L 电源来凑合使用了。最后，我也给 CH170DG 的机箱添加了多一把最新推出的 FT12 性能风扇，最大转速拥有2150 RPM， 同时维持了相对较低的噪音表现。当中的亮点就是中间全透明的电箱展示设计，并且还提供了白色的灯光点缀，确实显得格外独特。由于 CH170DG 的只能额外加装多一把风扇，因此没能使用好几把 FT12 来大幅提升机箱的风道。但我相信 CH170DG 的有着如此之多的通风网孔，通风能力应该是不用太过担心的。老样子还是先给各位过一遍这台配置的硬件选择。处理器是 AMD Ryzen 7 7800S3D， 主板是金越的 B650i Night Devil 主板，显卡是来自 Pro 2的 RTX 4080，机体内存是英瑞达 DDR5 Pro 5600 16GB 乘2套条，硬盘还是雷克萨的 MN790 1TB PCIe 4.0程式，电源是海盗船的 SF1000L SFS L 电源。大致和各位介绍完这3台采用九州风神全家桶的配置后，马上给各位展示这3台配置装好后的效果。3台配置都各展现了极独特性的效果，眼尖的朋友应该都看到了 CH170DG 的前置通风孔多了我的 logo 点缀，这是采用了九州风神的 Pizza 碳点缀垫，就连通风网孔也能够速显化，简直是将自家的独特性属性给拉满了。此外，你们也看到了我给 CH170DG 的侧板贴换成了钢化玻璃面板，可以更好的展示机箱内部的硬件。但你们也看到了 Assassin 4 VC 是只有单风扇的。那是因为如果要将顶盖的速显模块处于正常的显示方向，Assassin 4 VC 完全体是无法很好安装进去的。
没办法，只能拆下后方的风扇了。但意外的让这一块凸起的速写模块变得格外的对称和耐看了。似乎是误打误撞将阿萨辛4 VC 的最佳颜值给做了出来九州风神，你们不妨参考一下。那在这样的一顿操作和所搭配的硬件，它最终的散热表现是否合格呢？在我进行了 IW64 单烤 FPU 长达30分钟后， CPU backcache 的温度落在了平均72度左右，功耗显示由于主板的 bug 导致错误显示，但通过功耗仪的显示是有125瓦的整机输入功耗，折算到来 CPU 应该是有80瓦的功耗左右，表现还算可以接受。这时候的风扇转速也就只有1200 RPM 和1300 RPM 而已。额外加入显卡，同时进行 Full Mark 烤机下 ，CPU backcache 的温度上升到了平均79度左右。此时的风扇转速也稍微提升了一些，显卡的温度则是在平均68度。整体的温度表现，我个人觉得是合格的，同时噪音表现也保持得相当出色。这边我就放出双烤时的噪音，也是给各位参考。接着是这一套 CS560G 的表现了，这套配置就没有什么需要额外多说的，算是常规中塔机箱装机出来的效果，唯独机箱和散热器的速写模块还是显得比较独特一些的。不过为了有更好的静音效果，这里我就额外设置了风扇的转速曲线，将风扇的转速的上限控制在属于静音表现的水平，然后看看在这个风扇曲线下的温度表现。在进行 IW64 FPU 单烤10分钟后， Ryzen 9 7900的 CPU backcache 温度在91度左右，功耗控制在平均180瓦出头，这个表现还算是可圈可点的。而在加入了 TUF RTX 4080 Super 一同进行双烤，10分钟后 CPU backcache 温度上涨到刚刚好100度，而显卡温度则是在平均70度，这个表现还算勉强能接受吧。不过应该是因为风扇转速不够高所导致的。如果愿意稍微牺牲一点，建议提高风扇转速的话，那么散热效果应该会有非常明显的改善。同样的，我也录制了双烤时的噪音表现给各位做参考。最后就是这一套海景房 CG580 了。由于是海景房机箱，为了能够充分做到更多的展示效果，我将显卡进行了树装模式的状态。CG580 原生的 PCIe 背板是能够支持树装形态的，而这点还算是比较好的。只是机箱并没有提供 PCIe 延长线，需要自己额外准备。在散热表现的部分，首先同样先进行风扇曲线调整至静音的形态，再进行 IW64 FPU 单烤30分钟。Ryzen 9 9950S 的 CPU backcache 温度在94度左右，功耗控制在平均260瓦左右，这个表现算是比较不错的了。接着再加入了索泰的 RTX 4080 Super PGF 一同进行双烤，30分钟后 CPU backcache 温度上涨到接近97度，而显卡的温度则是在平均66度，整体表现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这还是在已经控制风扇转速上限后的表现。相同的，在这里也给各位展示双烤时的噪音表现做参考。一眨眼，九州风神在过去2年多左右的时间，给自家产品进行了彻底的设计与风格化统一，这一点还是挺不简单的。得亏九州风神也一直坚持这部分的选择，因此在所有产品完成了统一风格设计后，搭配全套九州风神的产品，也确实能比单一产品获得更多的优质体验。当然，这些产品还是有他们自身存在的缺陷，但瑕不掩瑜，在他们家的产品有着一些别家没有的独特性下，我是可以接受一些细节上的不足。当然，我更希望九州风神在完成了一系列的设计与风格统一后，可以开始着重在细节体验上，这会让用户可以更好感受到产品本身是否有用心去设计与生产，这点绝对骗不了人。而这3套配置中，其实都给了我不同的体验。CH560G 的这一套整体最为稳定，安装过程也是最丝滑流畅的，但外观的刺激性也是3套中偏普通的存在。CG580 这一套确实有比较多的小瑕疵，比如显卡树装模式的转换可能与主板起冲突，尽可能在安装主板前先进行转换。但外观上它确实是目前最容易吸引眼球的一套，特别是搭配了 LP360 水冷，独特的速显屏确实让人眼前一亮。而 CH1700G 的这一套嘛，老实说它还是有非常多可优化的空间，有些细节体验确实有点繁琐。但3套配置里，我是最喜欢这一套的外观，这也可能是因为 CH1700G 的独特性外观，外加自身的速显模块加持导致的。
相比起安装的舒不舒服，CH17 立体机的整体观感更加吸引我，而且也没有太多花里胡哨的灯光，整体也非常的耐看。我想我应该是会稍微调整这一套的配置，然后作为我家中新一套的主机来使用。这里我也特别感谢九州风神在得知我想体验他们家各种全家桶的想法后，给予的协助与支持，让我能够以全家桶的形式好好的去体验九州风神家产品的综合体验与感受，也期待九州风神日后能够推出更多有趣的产品。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支持，也希望本期节目的内容会对你们有所帮助。喜欢这期影片的朋友不妨点一个赞，而新来的观众如果能够点击旁边的小铃铛，那就更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我们下期影片再见。